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也是全国两会后一场重要的主场外交活动。目前，包括新加坡总理李显龙、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等多国领导人已经陆续抵达中国。其中，李显龙是疫情3年后首次访问中国。29号，李显龙在广州与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会面，这也是李显龙就任新加坡总理后第3次到访广东。李显龙表示，期待同广东继续保持紧密互动，积极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据新加坡总理府消息，李显龙将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并发表讲话，并出席李强为参加年会的外国领导人举行的正式午宴。观察认为，鉴于新加坡在东南亚的特殊性，李显龙此访对于引领未来中新关系、推动中国东盟关系进一步务实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此次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同样聚焦务实合作。行前，马来西亚交通部长陆兆福透露，总理安瓦尔此行将着重与中方探讨加强现有合作以及开发新项目。这是安瓦尔去年11月就任马来西亚总理后首次访华。他在就任之初就已明确表示，提升与中国的双边关系是马来西亚的优先事项，不会让两国关系只维持现状。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称，加强马来西亚与中国在铁路方面的合作将是重点议程。28号，国委员兼外长秦刚在北京同马来西亚外长赞比里举行会谈。秦刚表示，中马作为亚洲发展中国家、重要新兴经济体，国际舞台上的进步力量，要进一步深化互利合作，巩固世代友好，团结应对风险挑战，为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发展繁荣贡献更大力量。赞比里也表示，马方愿同中方进一步加强高层交往和人文交流，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此外，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将于3月30号至31号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23年年会开幕式，并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图尔克向深圳卫视表示，希望能够看到更多欧洲面孔，同时对于中国进一步凝聚全球声音寄予厚望。China has made a big step in bringing together Iran and Saudi Arabia. Well, no other country could do that, and that's an encouragement. For European Union, it will be very important to figure out what do we want to do, how do we want to work with China in the future. 中国将致力于这个扩大开放，致力于通过同世界各国加强合作、加强联系，那么来进一步促进世界的经济增长，促进这个世界各国的发展繁荣。那么最近一段时间以来这个应该说中方的发出的这样一些讯号得到了世界上广大国家积极的反应。那么这也体现了中国在国际事务当中的重要的作用，体现了中国在动荡不定的世界当中所发挥的这样一种引领的作用。那么当然也体现了世界各国对中国在国际事务当中发挥作用的这样一种高度的重视。30日，也就是周四，论坛年会将进入高潮。国务院总理李强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此外，还有多位外国领导人和国际机构负责人出席论坛年会，这也显示出博鳌亚洲论坛的包容性和影响力。实际上，博鳌亚洲论坛也是外界感知中国前进方向的重要窗口。当今世界面临一系列的不确定性，不少与会嘉宾都提到，中国可以成为不确定性中的确定性。出席分论坛讨论的蒙古国副总理兼经济发展部长呼日勒巴特尔就表达了他对中国的期待。他认为，中国经济增长不仅对蒙古是一个非常利好的信息，更意味着世界的共同增长。今天，将近20场分论坛正在密集进行，从地缘政治到区域经济合作、绿色发展、气候变化、新能源等等诸多与发展相关的前沿话题都在这里得到充分讨论。多位重量级嘉宾也现身博鳌，带来各自领域的最新政策动向。团结合作迎挑战，强调以开放包容促发展是博鳌亚洲论坛2023年年会的主旋律。开放包容、互惠共享也是中方坚持的国际科技合作理念。29号举行的一场以科技竞争与合作为主题的分论坛上，谈到了当前大火的 ChatGPT。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前院长白春礼认为 ，ChatGPT 的诞生和发展代表着人工智能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在接受深圳卫视特派记者邱倩怡的专访时，白春礼进一步指出，科技进步可以创造新的业态，提供新的就业机会，因此国家和社会的进步需要顺应科技发展趋势。更重要的是，将科研成果与经济生活进行密切互动。我们不能说人工智能发展完全取代了人力，但是它呢也会产生新的就业机会，但是需要有更高的科技的水平、更高的知识水平来这个适应这个经济科技发展的需求。
白春礼强调，科技进步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为了促进科技进步，科技的交流合作是必不可少的。近年来，围绕芯片和半导体等高科技领域的博弈愈演愈烈。2020年9月，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白春礼提出的一个观点引起了广泛关注。那您曾经也表示过，美国卡脖子的清单就是我们科研任务的布局清单。在这方面，我们如何来推进？前景怎么样呢？如果说我们把这些卡脖子清单作为我们科研任务的清单，组织起我们的力量来攻克这个难点解决了，我想对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对我们民生的改善对于乃至于对世界其他国家它的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的贡献，提高人民的生活福祉都是十分重要的。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国家科研机构它的责任所在。